记录把玩时光，我是 Tonter， 欢迎到最新的一期开箱简评。那今天呢，我们在镜头面前一起来把玩分享的玩具就是眼前的这款来自 Marvel Legends 最近刚刚现货的 X 战警97动画系列里面的哨兵机器人。这款哨兵机器人被标榜着是 Deluxe 等级怎么说呢？或者说叫做 Ultra Deluxe 等级。那这个等级的玩具呢，其实怎么说？我觉得它应该算是一个众筹版哨兵的青春版的一个平替。当然呢，它是基于这个 X 战警97动画系列里面的这个形象去进行的造型和外观的兼修。我们可以看到呢，相比起众筹的哨兵来说的话呢，这款哨兵机器人身上缺乏了非常多的这种刻线细节以及涂装，它基本上全身上下没有太多的这个涂装部分，除了这个反应炉面雕上面有一些涂装以及一些点缀的线条你所有看到的这个面板都是塑料的原色。那我这边呢是手机打了一盏这个前置的这个闪光灯，然后后面呢是我平时拍视频用的台灯，那光线呢就是这个样子，以及这个房间的这个吊灯。那整体来说的话呢，首先身高高达56.4公分，这是官方给的数据啊。那实际的说，我把这个腿稍微并拢一点，它的身高是接近60公分的。旁边呢是常规的1:12 6寸的这个复古录像带版本的镭射眼，你可以看到啊，它就只有到它脚下，我觉得是完全超过了4个镭射眼的这个身高啊。我不知道这个官方数据到底准不准确，但是总的来说的话，虽然没有，就是他的身高，他其实并不比这个众筹哨兵矮多少。众筹哨兵呢，可能身高比他稍微高出一小丢丢。然后行星吞噬者呢，众筹版本会比它稍微再高出一点，因为它那个头冠很大嘛。那你可以看到呢，镜头的旁边，那并不是近大远小啊，这边就摆着我们这个 X 战警97里面售价大概在200元附近，或者说你现在买的话呢，应该在200元以内也可以拿到的这个小比例，类似于无点可动的这个哨兵机器人。这款哨兵机器人我也做过视频，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主页翻过来看一看，因为它只有基本上无点可动啊。当然它的那个手臂可以去平台去旋转，但是呢，我觉得作为场景来说的话呢，它比较适合搭配后面那个极小的这个3.75寸的金刚狼小人，这边我们就不多做赘述了。然后跟一般的6寸小人以及后面密密麻麻的组合人比起来，还有那边的这个麦克法兰哥斯拉比起来的话呢，这款众筹哨兵只能用这个一览众山小去形容了。简单来说呢，就是非常大，我非常难以去收在这个镜头面前，就是完全收录。就大家看到这期视频的时候呢，可以感受到我已经尽力了，而且这个摄像，就是我的这个手机支架呢，也就一直在倾倒，因为现在这样一个拍摄模式，我个人觉得是非常的难受，已经没有办法去进行正常的把玩了。那说了那么多呢，我们先从配件开始看起吧。那重中之重还是这一些配件。首先呢，这一次的这个配件基本上每一块你看到的零件都是拿塑料膜打包的，那确实是达到了一个类似于众筹产品的待遇。它的售价呢，其实在预定的价格大家也都看得到，差不多是13张1300块钱。我个人觉得这个定价呢是有些贵的，因为我心里预期的价格呢就是10张，或者说10张以内。因为这个大小它的细节量它并不是特别多，而且很多零件可能可以用简化的建模啊，或者说怎么样去节约成本。那它的量就是货量到底大不大，会不会导致它这个价格暴跌，我真的是无法预测啊。因为之前每一次买孩之宝家的这个变形金刚线的泰坦金刚，基本上都是跌价的命运，除非是它完全不再版了，它才有可能就是说这个价格比较稳定的。如果你比较对这个价格最终的就是你自己成交价格之后，这款玩具的就是后续的涨跌非常敏感的话，我建议你还是先观望一下，因为它毕竟不像是众筹哨兵或者说众筹吞星使者这样的产品，它后续呢可能会有就是货量比较充足的这样一个情况。那说了这么多废话呢，我们继续来看配件。配件方面呢，首先是这边的这个面雕和胸口的这个非常经典的类似于开关的这个面板，这个一共是给了战损版和常规版。常规版呢，我刚才是因为为了去展示它胸口的这个反应炉的涂装，所以说呢
就没有给它扣合上去啊。那实际上它本体的这个状态应该是扣上去的这个样子。然后其他的部分呢，一个战损的头盖，以及一个战损的面雕。还有一对这个爆炸特效键，应该算不上一对吧，因为它是有长短2条的，透明度做的是非常不错，但是它就是一根赤裸裸的这个红色，就是透明红的这样一个透明键，没有做颜色的渐变。爆炸这边呢是爆炸特效是做出了这样一个渐变的，两边的这个爆炸特效呢，其实模具上面还有一点点小差别，微小，极其微小的差别，好像不是啊，就是完全一样的。爆炸特效键，那这一点我觉得是稍微有些偷懒，不过问题不大，因为这些都不是重点。它相比起众筹来说的话呢，确实配件量以及细节度呢都不算是丰富啊。但是呢，这款玩具我还是非常期待，因为跟我一样看过《X 战警9期》动画的朋友呢，我相信对整个剧情啊都是非常喜欢的。那哨兵呢，在这个剧里面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那常规的这个哨兵后面的母魔哨兵，就比如说换个头，他如果再去出一套的话，我觉得我可能还是会去买账，因为我想凑3只，那3只的这个成本呢又是有点大，那我只能选择性的去卖掉以前的这个 Marvel Universe 3.75寸比例的那个哨兵，大概只有这么大，但是它有声光功能，我又很喜欢。那总之是一个非常纠结的这个决断，但是玩玩具嘛，还是也不能就是只进不出嘛，所以说整体来说我还是比较纠结的一个状态，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看一下你们的观点和看法。那回到这一次的玩具啊，本体方面56.4公分，整个把玩起来的这个手感呢，盒子还是挺沉的，但是整个玩具呢并不是特别沉，那可能是跟我最近这个握力有所提升的这个原因啊，我感觉在我手上，其实这款玩具虽然绝对不是轻飘飘的，但是它没有达到我预期的那种非常沉重的感觉。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面雕，面雕的话，说实话稍微有些失望，但是确实动画片呢就是这个样子的，非常木讷，然后眼神2个红点点，这个地方呢没有给出任何灯效，真的是非常可惜。但是我相信动手能力强的朋友呢，就是随便改一改也是没有问题的。头盖呢打开之后呢就是这个样子，上面就是非常简单的线条刻画，然后一个类似于可以进入驾驶舱的这个舱门。如果说你有改造能力的话，把这个地方掀开啊，放一个小人进去，那真的是很有趣啊。但是从比例上来说的话呢，应该这个人物是坐在胸口的，会稍微合适一些。那这边的这个胸灯其实就这么卡进去，那抠下来呢也很简单，这个胸肌中缝的这个地方你直接把手放进去一抠就 OK 了。整个涂装你要说它涂的烂倒也不烂，但是这个类似于颜色的过渡嘛，我觉得还是有些生硬的。反正先把它盖上，盖上去之后呢，身上的这个一体性呢，就整体感是非常 OK 的。其他的我们来看一下头雕的可动。首先抬头的幅度呢，大概是30度左右的一个水平，但是它会如果不控制脖子的话，它会有一定程度的回弹。低头幅度的话就是这个样子，会被自己的下巴给卡住，然后左右晃头呢，有一定的10度左右这样一个幅度，还是蛮俏皮的这个样子。那如果换成战损的这个状态呢，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啊。面雕的抠法呢，也是在上端有一段的这个预留，那么简单的把这个面雕抠下来，它在镜头面前去把玩呢，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啊。你比如说刚才我自己在手边玩的时候抠面雕还是比较轻松的，但一到镜头面前呢，就感觉面雕卡的比较紧了。好，现在把它取下来了，然后呢我们来换上这张战损的这个面雕，看一下视觉上面的这个效果。怎么说呢，战损的面雕好像感觉卡得更紧一些，还是说我应该应该我把手伸进去抠到这个下方，把这个牙齿的这个部分怼出来才是会更好一点。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这2个眼睛一上一下的，这边的这个眼睛涂装倒是有点意思啊。它利用这个喷印的技术，让它有一种这个灯光闪烁的这个感觉，我觉得还算是比较精致的吧。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头套给它装上去。这个头套呢，好像也没有设计什么类似于防呆的这个装备有一个，它这个后面有一条加强筋，正好可以跟它后脑勺的这样一个小滑槽去进行这个搭配之后呢，你就
没有办法随意的去转动这个头盖了。那这样去看的话呢，我觉得还行。那既然都改过，就是改了这个造型的话呢，我们就把这边战损的这个胸口的盖板也给装上去。好，那这样我们从下往上去仰视它，就是这样一个效果。我个人觉得整体呈现出来的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然后我们再把镜头稍微拉远一点，呈现一下整体的这个大小比例呢，确实是非常之夸张。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玩一下这个上半身的可动，我们直接拉近一下镜头看一下，手臂平台。就非常类似于这个变形金刚泰坦级的这种齿轮关节，平台的话呢是90度，但是它因为重量的原因会有一定程度的这个下垂。那这边呢，这个臂展完全展开的话呢，它确实不是完全的平台一个状态。我拿紧它的这个髋关节，给大家去摇一摇、晃一晃啊，一体性还是非常强的。我说它没有多重的原因呢，因为跟我的这个侧平举的重量比起来的话呢，它确实很轻啊。但是一般的玩家，我觉得坠手感呢应该是足够的。然后首先呢，二头肌呢可以旋转，而且也是有齿轮的卡点的。这边有些暴露的这个螺丝孔，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反正它是个机器人嘛，二头肌的这个齿轮，我觉得是相对偏软的那个感觉。所以说你想做那个我的 Super Vegeta 的这个点赞，或者说这个点赞自信手型呢，其实是可以做出来。但是你想让它做出这个抱胸的可动呢，则是不太现实。手腕的还有这个手指的这个可动性，完全可以参照这个众筹哨兵，而且手感方面，我甚至觉得比众筹哨兵的这个可动手的手感呢，要有一定程度上面的这个升级。整个手的每个手指掰的是比较柔顺的，而且没有任何松垮的感觉。孔洞呢，我已经提前跟大家去试过了，可以跟就是有一些这个5毫米或者说更粗的这种特效件去进行搭配，所以说你要是有手艺的话呢，做一个这个哨兵的这个触须，用 3D 打印一个触须的话呢，我觉得也是没什么太大问题。胸腰关节在这一款大小上面就稍微有些尴尬了，挺胸幅度，我们把这个手放下来，挺胸幅度啊，大概5度左右的一个水平，非常的残念。弯腰幅度呢也是5度的这样一个水平，哇，真的是很可惜啊。然后左右侧腰的话呢，则稍微大一点。整个腰部360的旋转，阻尼感非常舒服，而且里面的杆子和球头是比较粗壮的。你要做出一些这个往前倾的这个姿势呢，其实可以做的算是比较之自然吧。但是可动性我觉得够用，但是可以做得更好一些。里面球头只要够大，然后做双段的非常粗的轴在中间，做双段的这个球关，反正你中间也没有任何的这个电阻就是这个亮灯的，或者说灯效的一些电子器械的模组，其实完全有空间把这里面可动性做得更好，但是官方没有那么去做。软胶的这边的这个腰带，裤衩呢则是 ABS。非常厚的这个 ABS 的这个塑胶，你可以看到核膜线什么东西呢？就是在这个大的体积下来说，已经看的不是特别明显了。整个上面有就是机械的这个部分，或者说这个淡紫色的部分呢，是有一定程度的这个磨砂质感的，整个观感会比我拍摄出来的这个塑料感要强上10%啊，就多上这个10点的这个分数啊，我觉得是，我拍摄出来看起来有点挫，但实际的效果要比这个稍微优秀一些。然后再就看到它的这个髋关节前踢是那种非常紧的这种阻尼型的齿轮的声音，而且你可以看到它的支撑力度是很 OK 的，双段关节的这个屈膝还是很给力的，这个范围是不错的。让它做砸地的 pose 它也能砸，只不过在镜头面前不太好摆。大腿根部的这个旋转我们看一下，支撑力度也还够，但是用力甩的话呢，可能还是撑不住。脚底板的这个细节就是仅此而已。比较可惜的就是脚部的这个接地啊，它用的是一个超大的这种球形和转轴的这个关节，但实际展现出来的这个效果，前面一格，后面一格，好像就仅此而已了。然后脚部接地左右的幅度呢也不是特别大，
我倒是不会担心它就是有所倾倒的问题。我觉得腰部可动做的低，主要是怕它站立的过程中，然后突然倒塌了，对吧？一般设计师都会考虑这个问题。它这款玩具的有几个在结构上的缺陷，我觉得一个方面是为了追求比例，它这个脚底板稍微做小了一点。它但凡脚底板再做大15%左右的一个水平啊，会像是一个阿童木的这个脚的感觉的话，它的这个一体性或者说它整体的这个站立性呢，会有非常大的这个提升。那其他方面的话呢，我觉得除了价格还有配件比较少之外，那也是跟价格相关的啊。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毛病。简单来说呢，就是一款很贵的哨兵机器人玩具。如果说它能够就是价格降到这个1000以内的话，我会非常买账，也会强烈的推荐大家喜欢 X 战警97系列动画的朋友呢去拥有一只，因为这一只的话，如果说1000块钱相比起来的话呢，它就是现在的这个7+1组合套装的这个价格的附近去摇摆。当然，你说13张好像稍微贵一点的这个组合人套装也是这么多钱，但是毕竟组合人那么多胶放在一起，那么多个角色嘛，那这只是一个角色，而且它没有更多的这个玩法了，所以我个人还是非常纠结的。如果你喜欢收集哨兵机器人的话，这款哨兵那是必入款。那如果说你是非要去满足 X 战警97系列的这个收藏的话，这一款呢也是不容错过的。但是呢，如果你对哨兵机器人或者说本身对这种巨物啊，在家里的这个储存空间啊都是比较紧张的这样一个基础上了，这款玩具呢你就要慎重考虑了。一个是本身价格稍微有点贵，然后呢就是这款玩具呢占地面积呢确实是挺大的。那如果说你不要盒子的话，那它还好啊，让它做一个瑜伽姿势可以睡到箱子里面，对吧？但是这个盒子呢占地面积真的很大，我个人又舍不得扔，所以说呢这也是一个空间上面的成本。那今天把我分享就到这边，算是一定程度的深度的解析了一下这款 X 战警97系列的非常素人视角的去把玩了一圈。希望各位看到这里的朋友呢喜欢这期的视频的内容。那我是Toy Hunter，下期再见，不见不散，记得关注这个频道，拜拜。